哦，好，我想要试一个这样子的画质，OK 吗？好，带你们一起去散步，喝个茶，换一个拍片模式。我昨天去滑雪，然后很好玩。住欧洲的好处就是可以从德国开到奥地利滑雪，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在欧洲各个国家就是到处跑。Anyway， 今天起床很累，但是觉得出来散步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新鲜空气啊，然后来找一点阳光晒一下。这是我现在旁边有人，这好像是人家的后院，所以我要走快一点。OK， 我要找一个有阳光的地方。这里是森林，你们看一下。对，这里就是我平常跑步、散步的地方，所以很开心。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森林，可以有大自然，可以分多金。其实我刚刚很懒啦，没有很想出门，但是我知道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是好的，真的。我现在好多，因为我今天睡很晚，所以头很痛。哇，漂亮啊！其实不知道这个麦克风这样收音 OK 吗 ？OK 吗？很舒服啊，阳光。你有听到鸟叫声吗？很幸福。Anyway， 今天就一种聊天的心情吧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 update。我最近的生活就是很踏实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，所以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。然后，妈妈现在也搬过来跟我住，我多一个房间给她。那我必须说，我觉得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以为跟家人住啊，是因为会很挑战，是因为我没有耐心嘛，或是就是跟家人住其实不简单，因为我也离开家10几年了，然后所以我妈是世界上真的是一个非常 loving 的 mother， 然后她很可以沟通，然后她也非常的能听我讲，然后很互相，所以我妈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跟她住应该不太会是问题。可是因为我是很需要自己空间的人，所以她刚搬来住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是我希望的，我很希望给妈妈一个家。爸爸过世之后，所以这件事情是我想做的事情，那我也情甘情愿。可是有很多的烦躁会出现，因为妈妈就像我的镜子一样，所以有很多可能我自己的一些心魔需要去面对，那就很累。好 ，anyway， 现在妈妈跟我住了1-2个月了吧，我们现在很互相适应、互相调整了，因为可能早上起来我不想要讲话，所以她也会给我空间，或有时候我就可能想要自己一个人的空间，我就会说现在可以给我的空间吗？然后妈妈就会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默契，所以这件事情也没什么问题。但我想要聊聊关于孝顺这件事情，我一直以来以为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阳光！我一直以来，因为我是姐姐、大姐3个弟弟，我从小就一直觉得照顾家人、照顾弟弟们、照顾我妈、照顾我爸是我的责任，这个一直都在我心上。然后我爸妈经济状况一直之前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都会觉得我是姐姐，我是女儿，我应该要帮忙，我应该要。然后其实这个责任感蛮重的，可是我很幸运的是，我可以跟我妈聊这件事情。我会说，我想照顾你，可是
我其实对我来说压力很大。我妈都会跟我说照顾，就我妈会跟我说照顾她不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才说我妈很开明，她从来不觉得我们应该照顾她，但是这是我想做的。然后现在来到欧洲，就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亚洲西方的一个想法跟价值观，因为这边的人他们都常常很意外说，你妈怎么会跟你住？可是我说我想照顾我妈，我妈照顾我这么多年了，她辛苦够了吧？我现在有能力，稍微有点能力，我可以回馈吧 ，right？ 但是他们欧洲人比较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就觉得没有啊，你爸妈怎么不独立？我说我妈没有不独立啊，但我想要让她不要那么累啊，30几年顾我们4个小孩，然后现在爸爸要过世 ，you know， 所以很妙，就是那个价值观的差别。西方跟东方真的有差。然后呢，我最近，这样拿手很帅。等一下 ，OK。然后我最近在上人生教练培训，就是在进修，因为我想当教练，我想要用我经历过或是我的知识，或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，如果能够帮助别人解开一些心结，我会很开心。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进修，然后拿一些 qualification 这样。然后我们最近在上课，然后就聊到应该这个框架。然后因为我同学们他们有人换个边好了，我没有很喜欢人家看到我在录影，因为那个感觉应该蛮好笑，就是我就拿着一根然后在那边讲话。好，然后因为我的同学们，sorry 我没有在看相机，因为我就跟你们聊天的感觉。我同学们都是台湾人，然后我们就在聊应该的框架，然后就发现其实我这个应该孝顺这个声音，我其实没有很强烈，因为我有很幸运，我可以跟我妈讨论这件事情，我会跟我妈说，所以我这个包袱，我妈有帮我一起分担，我会跟她说，我觉得我有点压力，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照顾你，可是我其实能力就这样而已，我还没有办法一个人的薪水支出2个人的生活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我就会把这个压力跟他说，或者我会跟他分享说我有这个压力。那当我跟他说过之后，我妈就说没有，你没有需要这个压力，我的人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妈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妈妈，所以我这个应该要孝顺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沉重，她不太会。后面有人，我想要去别的地方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录音。但我现在很想继续讲好，我走快一点。Anyway，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孝顺这件事情其实不太会影响到，或是不太会 pull me back， 不太会影响我做人生中的任何选择 ，you know。但是我后来跟我同学们他们在聊，很多人他们的应该都是应该孝顺这件事情的压力绑住他们，例如想出国，然后可是又会觉得，可是爸爸妈妈有年纪了，我不应该出国，我应该要住在家里，因为爸爸妈妈有年纪了，我应该孝顺，我应该每个月都给爸妈钱，可是也许你没有那个能力。然后在台湾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路，好美哦。可是我觉得问题是出在好像没有沟通吧，没有机会跟爸爸妈妈沟通过这件事情。爸爸妈妈真的有需要你孝顺吗？可能在台湾有这个父母好像有这个期待，说我生了你就是应该要照顾我。台湾人好像有这种情绪绑架的状况，很多老一辈的都生完小孩都是说没有啊，你应该要照顾我。可是其实没有应该，没有这个应该。我是想要，我觉得我妈辛苦这么久，我是想要照顾她，但其实我没有应该要照顾她 ，right？ 我没有选择，等一下，好美，就是我没有选择，我没有叫你生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说我要对你负责？这是一个台湾很常见的那个包袱。就是情绪勒索，其实，那我觉得
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人生是我们的，爸爸妈妈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当然我觉得充满感谢是一定要的，真的，我非常感谢我爸妈，他们也很辛苦，那我也很爱他们。可是 ，you know， 为什么这些人要走在我后面啊？好烦哦，这样很不自在欸。好，反正当然，我觉得感谢是一定要有的。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因为爸妈，我们不应该因为爸妈而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放弃自己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现在其实想要出国，但是你却因为爸妈你没去，你会一辈子想这件事情欸。那我觉得抽离来看，最好的办法是不是跟爸妈沟通？爸爸妈妈就是请他们理解，我是孝顺的，我是爱你们的。我出国并不代表我不孝顺，我会用别种方式陪伴你们。因为其实照理来说，你在台湾好了，如果你不是住家里，你也不会每天回去。那你在加拿大好了，你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，还是可以飞回来。所以一切的一切，其实沟通。然后我觉得这次因为上课的同学们听到同学们分享，我发现哦，原来我不孤单呢。原来这种孝顺的心态跟想法跟压力，每个人都有，是好的。可是我觉得要点到为止，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。如果你现在住家里很痛苦，可是你却因为你应该要住家里，孝顺有很多种吧。什么是最好的？如果你搬出去住，不代表你不孝顺啊；你出国也不代表你不孝顺啊；你选择跟老公到别的地方住，也不代表你不孝顺啊。孝顺有很多种。那如果你爸妈没办法理解你孝顺的方式，那这也不是你的错。可是人生是自己的，记得把自己也放在很前面的位置。很喘，就是有点像是搭飞机的时候，你要先自己有那叫什么氧气罩，你才能救自己，你才能救别人，不是吗？ So yeah， 这里很美，我躲一下，因为有人。好，反正我要说的是，孝顺这件事情不应该是应该，它是一个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的爸妈其实是一个能量吸血鬼，那你其实应该保护自己能量，而不是让他们一直去吸你的血。你能孝顺的方式应该有别种，但自己的能量要先保护好。然后，如果孝顺这个应该阻止了你选择自己的话，我觉得要找时间跟妈妈沟通，跟自己沟通，你的人生要什么？你只有把自己建造起来，你才更有能力。你快乐，爸妈也会更快乐，他们会理解。我不知道台湾人的爸妈可以情绪勒索到什么程度，但我知道有可能蛮严重的。但我真的意识到说，原来我不孤单，然后很多人有这个状况，所以我只是想要跟你们分享。换个角度想，自己先戴上氧气罩，把自己的能量照顾好，选择自己最好的方式去实现你的梦想。当你的梦想实现，其实孝顺爸妈有很多种，没有只有一种。住家里不一定是孝顺，
住在同一个城市不一定是孝顺，你知道吗？孝顺是一个，我想走到哪里，乱走一通。好啦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我最近也很深刻的体会，就是，因为我爸爸过世，其实我们拥有父母的日子不长，所以我现在一开始我妈过来跟我住的时候，我其实很多心魔需要去调整，然后很烦，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人住，然后我没有很喜欢人家一直烦我，或是帮我泡茶，或是帮我切水果，其实我觉得很烦。可是我后来过了1个月，真的很多自我修炼，因为我觉得跟父母、跟家人住其实是一个修炼。其实我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天使妈妈，她从来都没有恶意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非常没有耐心。然后在1个月过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爸爸离开了，妈妈在的日子还很长吗？好像也没有。所以我现在很珍惜，就是在厨房看我妈帮我泡茶啊，或是我妈帮我折衣服啊，或是就是一些小东西。其实我们好像以为会一辈子，不会耶，我们都长大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为什么不珍惜一下自己拥有的？You know， 父母不会在一辈子。那如果你现在住家里，其实是一个福气，当然很烦，我知道。那如果你调整一下心情，它其实是一个福气，因为你20年后爸妈过世，你就不会有这个人，不会有这个爸爸不会打给你，像爸爸不会打给我，你不会接到妈妈电话，所以有时候孝顺这件事情，对我们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压力，但其实它不是，它其实是一个恩典。你能够，当然我知道每个人爸妈不一样。有很多不同 level 挑战性。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爱的，就是没有，就是其实不会给我情绪勒索，所以我很幸运。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有情绪勒索的父母，可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很多不同层面啦。想跟你们分享，就是最近有这个体悟。其实你真的去看的话，父母存在就在20-30年吧。我33岁，我妈可能还在的人生，可能就20-30年咯。I don't know, we don't know. So yeah， 谁知道？有时候我也会觉得，谁知道？也许我会先离开。虽然我现在跟上帝不是啦，我现在跟我自己打勾勾，说我不要比我妈早离开，因为我觉得失去亲人的痛。我觉得他够了，他失去我爸爸，失去了这么多人，其实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就是那个痛我来承担吧，就是，yeah， 对啊，跟你们分享，我最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，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被孝顺这件事情情绪绑架，我觉得蛮值得思考，说孝顺只有一种方式吗？你追求自己梦想不孝顺吗？其实不是，它就是一个也许可以沟通的事情。也许你把你真心话跟父母讲完之后，也许他们会理解，也许他们不会。那其实你也没有错，因为你还是孝顺，你还是一颗真诚的心想要对待他们，但你同时有自己的人生要创造嘛，对吧？So yeah， 你们觉得嘞？你们快乐吗？你们有在追求自己梦想吗？你们有被情绪勒索这件事情绑住吗？真的，先选择自己吧，用温柔的方式，用爱的方式做选择。对啊，孝顺其实不应该是压力，应该是我们想要感谢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珍惜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我期待接下来几年还有妈妈这个角色在我身边，我很幸福。爸爸不在了啦，可是为什么想哭？就是其实最近就真的还是觉得很希望爸爸还在，可是他走得比较早，但没关系，那好好的
陪伴妈妈，好好的去培养我的耐心。对啊，我跟你说我不完美啦，我对我妈会发脾气，常常，但是我有开始很自觉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也会跟我妈道歉，然后我也会努力的不要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妈很可爱，我妈很有智慧，她就跟我说：“你对我发脾气是在伤害你自己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对我妈脾气，最后还是我自己难过，因为我不想要对她发脾气。所以她说你不要伤害自己。”我说好。但因为我跟我妈默契很好，她现在也很给我空间。我早上起来她不会跟我讲话，然后我会直接跟她说：“哎妈，我现在需要自己空间。”她就不会来烦我。就是我觉得要大声说出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线在哪里。然后当你不想讲话，我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现在不想说话。”然后我妈就：“哦，好啊，好 ，OK，no worries。”对呀，很美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谢谢你们陪我来散步，这种形式的对话也蛮有趣的，因为我边走边真诚的分享。但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收音，因为我头发好，可能现在是收音状况最好吧。对呀，你蛮期待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，然后那我们下次见。好像一个 podcast 哦，散步 podcast， 这是一个新的模式，散步 podcast。So yeah, till next time, much love， 正能量。Yeah， 我不知道怎么 ending。好啦，希望有给你一点点正能量。然后你不孤单，因为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，我们都一样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有一定层面的课题。你不孤单 ，much love and till next time，bye。